大家好呀，我是花散里。今天我们来聊聊二战时期日本的大本营战报到底有多离谱。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哦。其实，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压力大幅上升之后，他们就禁绝了非官方在很多方面制作和发布新闻的权利。而军队的战果与损失这种情报，必须完全由陆海军联合机构大本营来对外发布，不允许传播除此以外的任何报道。但是事到如今，大家都知道，这些大本营战报几乎全是谎言和造谣。只是方便政府操控的宣传罢了，以至于至今日本人依然用大本营发表这个词来表达由政府发布的毫无可信度的谎言这个意思。大本营这个机构是从甲午战争开始设置的战时机构，名义上是以天皇为最高指挥者，是负责统筹陆海军事务的联合战争机构。而战报必须由大本营统一发布的这个规定是从侵华战争时开始的。一开始陆军和海军是各自发布单独的消息，那时老有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拿着显微镜找两种战报之间的矛盾或者发散思维，然后1942年开始改为只发布唯一统一的大本营发表。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也是这统一之后的大本营战报。刚开始的运行还是分成了陆军和海军两套班子，成文之后由播音员或者是陆海军新闻部的工作人员通过广播来宣读。在大本营广播时，如果是来自陆军的发表，就先播放拔刀队；如果是海军的发表，就播放军舰进行曲；如果是联合发表，就播放敌几万或者是海行歌。其实刚开始搞大本营战报时，这些内容还是相当客观准确的。从业人员大多也都是更开放的时代起就从事新闻业的工作者，操作还是比较正规的。对于偷袭珍珠港的战果报道，他们还随着更准确的确认信息，先后播报了3次修正报道。这也和大本营战报的定位有关。一开始设立大本营战报，除了想要统一战争新闻，还想要把它作为陆海两军更有效率的参考消息，让两军的中低层不需要额外花费时间就能知道对方目前的大体情况。而且那时日本本身也是胜仗远远多于败仗，如实报道就足够让国民深信大日本帝国强大无比，必将拳打美帝，脚踢大英。虽然大本营战报整体是一直从可靠变得离谱的过程，不过还是有一件事让离谱程度迅速攀升的，那就是1942年5月的珊瑚海海战。这几乎是日本在二战中首次战场上引发的战略挫败，大本营也从此开始了胡扯。对于珊瑚海海战，大本营发表的战报是击沉美军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各1艘，另外还重伤1艘皇家海军战列舰和1艘美军中型巡洋舰。但真实的情况是，盟军在珊瑚海海战中并没有战舰损失。当然，这是第一次大幅胡扯，大本营战报还是比较矜持的。我们现在知道真实的战果，会觉得他吹得过于离谱了。但是回到当时的话，大本营本身掌握的也不是准确战果。当时日本确认战果和损失的方式，仅仅是依赖前线士兵和指挥官的汇报，没有客观的情报来源，也没有交叉验证。本身这种败仗，前线的观察就会严重失真，验证难度也加大。然后下级向上级汇报时本身就夸大了战果，大本营汇总时再加工一下，大本营战报收到加工后的战果再处理一下，到最后向国民发布时就这么离谱了。就像当初的死刑不死案，每一集好像都只是行了个很小的方便，但是最终结果就是天怒人怨了。不过当时日本人也只有这一个官方真相作为情报来源，也不容易发现问题就是了。而且大本营虽然会核查难看的汇报，但是对于好看的汇报反而常常走个过场，所以大本营战报的执笔人员收到的信息本身就已经很离谱了。更糟糕的是，末期战事变得不利之后，陆海军都想要甩锅给对方，开始互相隐瞒情报，甚至利用大本营战报发布假消息来坑对方，致使大本营战报在离谱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而且到了后期，也确实有不少日本的作战计划都是基于大本营战报的虚假信息制定的，却还在对越发不满于生活质量的国民们强调应该相信政府的专家团队啊，真的是非常抽象。珊瑚海海战时，大本营战报的执笔者还是有目的性的润色，把未经确认的战果也当成战果发表了。但是从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开始，就是故意造谣的，开始谎报战果和战损数据。在大本营战报中，中途岛海战的联合舰队损失包括1艘航母沉没、1艘航母和1艘巡洋舰重伤，并损失35架飞机。但实际上，大本营统计的真实损失是4艘航母和1艘重巡洋舰被击沉，另有2艘大型战舰重伤，损失289架飞机。然后还有一些强行语言处理的，比如之后1943年2月的瓜达尔卡拉尔战役，日军战败被迫撤退，大本营战报称之为战略转进；5月阿图岛战役，日军全军覆没，大本营战报称之为英勇玉碎。从1943年开始，大本营战报就几乎从来没有承认过战败了。
随着时间和事态发展，曾经的战败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之后，他们也不会修正报道，而是悄悄地删除或者修改过去报道的内容，并且严格限制对于旧通稿的讨论。然后1943年11月和12月，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以及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战役，大本营战报的战果包括击沉美军3艘战列舰、14艘航空母舰、9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和4艘其他战舰，重挫美军战略。但实际情况是，美军仅有1艘轻巡洋舰重伤、1艘轻型航母轻伤和其他的几艘小型船只受损，对于整体战略的影响可以说完全无足轻重。再然后1944年6月，菲律宾海战，大本营战报中的战损是：联合舰队损失了1艘航空母舰及其附属的运输船2艘和50架飞机，但真实的损失统计是3艘航空母舰和2艘运输船被击沉，4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和1艘重型巡洋舰被击伤，另外损失476架飞机和潜艇若干。马上就要打到家门口了，还在骗。但是这都不算什么，接下来大本营战报的离谱程度又创出了新高。1944年10月台湾空战，大本营战报发布的战果包括击沉盟军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驱逐舰4艘，另外击伤盟军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驱逐舰5艘，其他船只13艘，击落盟军飞机112架。但实际上，台湾空战中盟军的损失是没有任何船只被击沉，3艘大型舰艇被击伤，有89架飞机被击落。然后就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后一次日军还称得上有抵抗能力的战役，1944年10月的莱特湾海战。大本营战报发布的战果包括盟军被击沉8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和小型船只若干，被击伤1艘战列舰、7艘航空母舰和2艘巡洋舰，并被击落超过500架飞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是这种夸张的战果，也不足以给国民造成还有可能翻盘的想法的。不久之后，大本营战报又发布了莱特湾海战的修正报道，又追加了不少战果。新增的战果包括击毁或击破巡洋舰和驱逐舰12艘、运输船6艘以及3艘不明战舰，击伤各类战舰15艘，并且击落摧毁敌机70余架。一战就击沉击伤了美军接近100艘军舰，看谁还敢说皇军没有机会翻盘。但盟军这边的真实损失仅仅是1艘轻型航母、2艘护航航母以及3艘驱逐舰被击沉。而日军的战损方面，大本营战报的发表是1艘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被击沉，损失战机126架。但实际上联合舰队的损失包括了3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6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沉没，损失的飞机和潜艇则是多到失去统计。更离谱的是，海军是知道自己在莱特湾惨败，盟军根本没有多少损失，相反联合舰队已经几乎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了。但是海军选择告诉陆军，大本营战报的版本就是真实战果，正是时候乘胜追击。于是陆军以这些情报为基础，加速推进了莱特岛陆战计划，然后吃下了数万人伤亡的惨败。这下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海陆军都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了又平衡了。莱特湾海战之后，亚太战场这边基本就是垃圾时间了，战争结果已经没有悬念，战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为什么大本营战报会发展成这么离谱呢？还真是体制问题。大本营内部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烂透的，本身就是非常官僚化运行的机构，里面充斥着明哲保身、推卸责任、部门内斗的问题。而且如同马关条约对日本有哪些不利影响的影片中提到的，因为日本劳动者的待遇一直提不上去，于是不得不体制回头和粉饰发展。体现在官僚机构中就是高度重视面子的恶习，体现在宣传组织中就是严格的信息管理和极度冗长的信息公开流程。珊瑚海海战之后，大本营战报再次更新了更复杂的 SOP， 几乎不再采信前线传回的消息，而是要等参谋和高层加工过之后才能作为情报来源。拿到情报之后，也不是随便成文就能发表，而是在公开发布之前，不仅大本营战报内部先有层层审核，之后还要继续上交审核，需要经过10个不同的部门审核签字之后才允许被公开。再加上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对立，陆军内部和海军内部也有各部门之间的对立，所以审核人员自己也知道这些信息在审核传递过程中还会去到内部敌人的那里，所以每个人都担心一旦落下把柄就是万劫不复，极度害怕担责任。这些真实的不利的情报被送往审核时，别说10个部门都通过了，常常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签字。
而且这些对立的部门还相互扯皮倾轧。如果敌对的部门先通过了，那就是对他们有利的舆论，那我们就不能轻易的给通过。经常一条无关痛痒的报道也要审查很久。战败后就有原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大本营的决策者们根本不顾虑战争的得失和国家的未来，他们只在乎自己职位和权力的安危，身为军人却追求穿着体面和明哲保身。总之，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信息肯定是被疯狂夸大的。甚至有一次，大本营向裕仁天皇奏报战况时，裕仁突然说：“萨拉托加号航母又被击沉了呀，这好像是第4次了吧？”吓得大本营官员们没有一个敢继续说话。总之，因为全流程各个环节都在说谎，谎报太多，以至于体制内的这些人也只知道自己知道的真相，其他部门的情报是真是假，那是分不清啊，真的分不清啊。大本营本身设计是由天皇统帅，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实际指挥工作，但是天皇是个花瓶，战争不利之后，陆海军的高层又是谁都不稳定，所以到了后期已经没有人知道大本营的领导人是谁了，组织名存实亡，只剩下各个部门靠惯性各自为政，靠氛围和揣摩上意来运行。这种组织却是日本在各个战场的总指挥，那能赢才有鬼了。当然，对于征兵呀、处罚消极怠工呀这些事情时，大本营还是很高效的。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呀！我们下期再见。